2025年7月28日，中国全国性的育儿补贴政策正式出台。在2025年1月1日后出生的孩子，无论1孩、2孩还是3孩，每年均可领取3600元的补贴，直到孩子年满3周岁为止。在2025年前出生不满3周岁的孩子也可以享受政策。例如2023年12月出生的孩子，共计可领取24个月的补贴，即7200元。大家可不要小瞧这个政策，这个是中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给居民发现金。但这项政策真的会有作用吗？这2年，中国人开始不生孩子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每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有人说，年轻人不生孩子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不好，是因为年轻人觉醒了，不生孩子是对下一代最大的善良。这理由听上去好像符合逻辑，年轻人如果找不到工作，工作了也只能加班，只能卷，恋爱都没时间谈，哪有那条件生孩子呢？然而这么想的人忽略了2个事实。第一，生育率降低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一种全球现象，尤其是在东亚国家，从日本到亚洲3小龙再到中国，东亚却是最近几十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第二，全球生育率不断降低的趋势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比如美国从1800年开始，除了婴儿潮时期，生育率都在不断降低，但最近200年发生了3次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经济水平，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说生育率降低要么跟经济不好就没什么关系，要么就是在经济的背后还有更大的原因。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生育率降低是怎么回事。我发现在网络上谈论生育的人很多，但很少人提到跟生育相关的2个奇怪的现象。第一，为什么在最近生育不断降低的200年却出现了短暂的爆发，也就是婴儿潮一代？第二，为什么东亚国家的生育率会明显低于全球其他地方，不管是更加富有的北美和欧洲，还是更加贫穷的地方？如果抛开这2个问题谈生育率，那就是耍流氓。只有解开这2个谜团，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生育率的变化。首先我们来看婴儿潮。婴儿潮是指2战后全球很多国家生育率出现短暂暴增的现象，那时候出生的人也叫婴儿潮一代。其实光是婴儿潮本身算不上什么奇怪的现象，但如果把婴儿潮放在生育率不断降低的历史潮流中就很奇怪了。在美国，从1800到1930年，生育率几乎在不间断的下降，但从1930年代开始却出现了暴涨。从1934到1959年间，每位育龄女性的平均生数量增长了41%。传统的观点认为，大萧条和2战导致生育延迟，失业、破产和打仗导致原本想生孩子的家庭决定等日子好起来咱们再生孩子。再加上2战后重建带来了经济繁荣，这日子一下子就好起来了。这个看似也合理，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解释和今天很多人对中国生育率下降的解释非常的像，说明过去了几十年思维还是那套思维。老沙找到了一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文章，这是经济学的顶刊，非常的权威。作者给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解释。首先，作者提出了几点质疑。第一，传统观点无法解释婴儿潮时期女性终身生育率的上升。如果是因为大萧条和2战导致生育延迟，那为什么原先计划生1个孩子的女性后来选择生2个、生3个呢？第二，婴儿潮一代最能生的女性是20到24岁的人，在2战的时候人家还不到9岁，这个年龄就计划生孩子是不是早点了？第三，也是最打脸传统解释的一个，生育的升高是在2战开始前就已经慢慢的发生了，并不是在2战结束后突然发生的。所以传统的解释肯定是行不通。文章提出了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在上个世纪初期发明了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等家庭电器，再加上1935年罗斯福新政推动了美国的电力普及，导致家庭电器逐渐出现在美国大大小小的家庭中。结果是美国家庭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升，比如洗衣做饭、整理家务的时间大大减少，人们就有时间造娃了。根据作者的模型，家庭生产率只需要提升 1.2 倍，就可以解释婴儿潮时期的生育率增长。到1960年代中后期，这种技术红利逐渐消退，生育率就回归了下降轨道，进入了婴儿荒。同时作者还对生育率的不断下降做出了解释，跟很多人认知中的恰好相反。
文章解释说，随着经济发展，女性的收入不断增长，而生孩子的时候人们是没法工作的，而且很可能还会丢掉原来的职位，这导致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在不断上涨。现实中也是如此，大家琢磨一下，一个女强人的生育可能是不是要比一个普通的职员更小一点？就算生孩子，时间也要比普通的职员更晚一点，对吧？老沙把这篇文章的分析总结成了一个公式，生孩子的总成本等于养育成本加家务成本加机会成本，总成本越低，生育意愿就会越高。在过去200年，随着机会成本不断上升，生育不断降低，但从1930年代开始，因为家庭电器的普及化，家务成本突然减少，出现了婴儿潮时期。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异常，为什么东亚国家的生育率会明显低于全球其他地方？首先我们来看张图，这是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的生育曲线。普遍来说，收入越高的国家生育率就越低，符合我们刚刚所讲的，收入越高，生孩子的机会成本就越高。然而当我们加入东亚国家，生育率却比高收入国家还要低。东亚国家的主体是中日韩，中国无论是在人口还是经济都占绝对大头，但中国还不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而且今天的韩国和日本在高收入国家里也算不上是出类拔萃，所以收入这个因素显然无法解释东亚国家的低生育率问题。赶巧这3个国家又是邻居，拥有相似的文化，那或许答案就隐藏在文化的因素里。在这个方面，老沙找到的最好的一篇文章来自澳洲国立大学的 Peter 教授，总共有2000个引用，也算是小诺奖级别的文章了。作者通过研究社会的转变和女性地位的崛起，解释了生育的不断降低。下面我们先来看作者的研究，再来分析东亚国家的低生育问题。首先，作者将女性的权利分为家庭中的权利和社会中的权利。前者是指女性在家庭中的大事小事方面有没有话语权，那生孩子就是一件家庭大事，对吧？还有就是女性需要承担多少家务劳动，我们就简称它为女性的家庭地位。后者是指女性受教育的权利，能不能找到和男性收入相当的工作等等，我们就简称它为女性的社会地位。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在以前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都非常的低，比如旧约圣经中就有生养众多的教义，那时候生孩子就是女性的天职就是婚姻的目的，女性在家庭中根本就没有生育自主权，想生得生，不想生你也得生。而在社会中，女性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她们成为一个好的妻子，而且到19世纪末，社会普遍认为，除非女性是单身或无法依靠丈夫的收入，否则她们就应当避免从事有偿工作。但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个人权利被不断强调，女性权利的崛起之路就慢慢的开始了。在西欧，父母包办婚姻慢慢减少，以及生产资料控制权从父母辈向年轻夫妇转移，都是女性在家庭中地位上升的标志。在社会中，女性也逐渐获得了财产权和投票权，受教育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到今天，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在很多国家已经超越了男性，管理岗位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在这一系列的转变中，最重要的是女性在家庭权利中渐渐获得了生育自主权，从不得不被迫生6、7个孩子到将生育的数量控制在自己愿意接受的水平，这就带来了从18世纪末开始生育不断降低的趋势。这是第一层的转变。第二层的转变是女性愿意接受的生育数量不断降低。在这个方面，2篇文章的作者看法是一样的，都将原因归咎于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很多研究单一变量的学者发现，女性受教育水平越高的时候，生育率就会越低，经济地位越高的话，生育率也会越低。不过澳洲国立大学的 Peter 教授还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在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生育的机会成本不断上涨的环境下，一个国家的生育率是一般低还是非常低，取决于女性的家庭地位。刚刚我们有说，女性在过去获得了家庭地位中的生育自主权，但却并不代表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就会将社会地位提升的那么快，因为地位的转变往往面临冲突。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中有非常激烈的女权运动，中国甚至还有以讽刺男性为乐的脱口秀演员获得了巨大的流量。你们就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给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道理，那就是男的。男性同胞们也不甘示弱，
将女权、权利的权改成了拳头的拳。而这些冲突在向往和谐、包容的家庭中就不太那么容易有。所以女性家庭地位的转变要远远慢于社会地位的转变。当一个国家的女性获得了比较平等的社会地位，但却仍然不平等的家庭地位时，就会面临一个生育困境。生孩子不仅要放弃自己的高薪工作、职场机会，还可能面临更加繁重的家务劳动。想到这儿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女性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而这种困境对东亚女性来说尤其明显。中日韩三国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强调男主外女主内的观点。比如日本的家务和育儿劳动仍然高度集中于女性。研究表明，日本女性每天平均承担 3.5 个小时的无偿家务劳动，而男性只有40分钟。韩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已婚女性平均每天承担约3小时的家务劳动，而男性约为35分钟。这个时间看起来有点太长了，有没有？老沙也看过一些其他的研究说男女双方都会夸大自己的家庭劳动时间，但女性承担过多的家庭劳动是没有错的。在中国有很多地区更加的夸张，甚至还有一些农村地区，女性是不能上桌和男性一起吃饭的。研究彩礼文化的一些中国学者也发现，彩礼在很多地方其实就是买下女性的家庭劳动力和生育权，所以想要男性不物化女性，就得先从拒绝彩礼开始。回到之前总结的成本公式，这种不平等的家庭关系让东亚国家的女性在决定是否结婚生育的时候，除了要考虑越来越高的机会成本，还要考虑比西方国家更高的家务成本。所以他们尤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职场机会，嫁为人妻，甘为人母。总结完了2篇大牛的文章，我们不难看出，生孩子除了肉眼可以直接看到的生育成本，比如抚养孩子和教育等等的相关支出，家务成本和机会成本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份社会调查，一篇发表在韩国医学杂志的研究，访问了超过1000名韩国人，询问他们为什么大家开始不生孩子了。相比于刚刚分享的2篇文章，这份研究问的都是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比如生娃后的职业发展、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能不能买得起房子，生娃后的抚养成本、教育成本能不能负担，自己还能不能享受生活，会不会牺牲跟私有等等。在所有的问题中，排名第一的是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也就是机会成本。排名第二的是育儿成本，排名第三的是追求跟生活，这跟家务成本有关。所以一名在东亚国家的母亲生孩子后要承担大量养育孩子的工作，跟私有就不要想了。说到这儿，中国在这一方面可能还有优势，因为绝大多数的孩子都不是父母，而是上上辈在养。我听说在澳洲这种现象也开始慢慢的普及了，不知道有没有韩国和日本的朋友来分享一下那边什么情况呢？言归正传，这份调查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养育成本并不是年轻人生孩子唯一的阻碍，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一环。当一个女性衡量生孩子到底值不值这个问题的时候，花多少钱并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未来自己的职业发展的确定性和个人价值也同样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以生育补贴为核心的鼓励生育政策基本都失败了。新加坡自2000年起建立起婴儿红利制度，开始发放育儿补贴。在当时最少的补贴就高达3000新币，接近2万块人民币。后来不断提高补贴的额度，到今天补贴加退税等等已经高达10几万人民币。但新加坡的生育率问题却在不断的恶化，从0年的 1.4 降低到今天的 0.97。全球生育困难户韩国也早就有生育补贴了。2014年在特定区的一次性补贴就已经高达4000到9000美元，但结果我们都清楚，生育降低怎么也拉不住，效果不佳。反观法国，除了育儿补贴，还解决了一个母亲对未来收入的担忧，比如最长可达3年的带薪育儿假期，第3胎的产假长达26周，并且不断增加父亲的产假。这不仅减少了法国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还降低了他们在生育后家务方面的负担。澳洲国立大学的 Peter 认为，女性在社会中的权利提升已经是不可逆转。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制度应该保障女性在生育后应该有一个正常的职业发展。同时，他认为提升女性家庭地位对生育的提升至关重要。回到视频开始的问题，中国的生育补贴到底有没有用？咱不能说完全没用吧，但想要指望它来挽救中国的人口危机，可能有点天方夜谭。那要怎么办呢？
好像保障一个母亲未来的职业发展更加的不可能。现在是内卷的时代，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都很难找到工作，一个职场女性到了一定年龄，哪怕不生孩子都很难保住自己的职位，何况生孩子呢？而且今天的中国男女对立越来越严重，想要女性放弃对自由和个人价值的追求，去担任一个传统文化里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也正在越来越难。所以对于中国的人口危机，老沙是悲观的。